欢迎回到 Scratching in the Dancing Way。今天要讲的动作就是 drop。我们要学的是，因为之前我们的影片 Baby Scratch 还有 Scribble 这两个动作都是我们的手持续的放在唱片上面做 Scratch 的动作。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我要让我的手离开这个唱片，让它去做一个释放声音的动作。如果说以我们实际来听的话，之前做 Baby Scratch 听到的声音是你在做一个拉扯的推拉的一个声音。那现在我要做的是做一个释放，去听它原本唱片应该要有的声音，像这个样子。这个动作看起来虽然说是很乏味哦，那为什么我会需要说用一整集的影片来说明这个动作呢？是因为这个动作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重点就是在于说，你要把它每一次释放以后拉回来的位置都会是在这个声音的起始的位置。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控制 vinyl、控制 record 的一个动作，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的话，这个动作绝对不能跳过，然后去练其他更进阶的动作。你要先把这个动作做稳以后，你之后做这个其他的 scratch 的动作才不容易声音跑掉，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做了很多花俏的动作以后，你必须要确保你的声音都是回到同一个位置，那你才有办法再去做接下来的动作。我们来对着音乐练习一下。OK， 那接下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记得要保持你的律动。这应该算是蛮浅显易懂的，那希望大家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乐趣在。当你习惯了这个动作以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行 Baby Scratch 还有 Scribble， 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两项动作，再加上这个 Drop， 那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个混合的动作，然后做一个 Freestyle Scratching。好，那等一下我们一样保持身体律动。
OK， 那这就是今天的基本动作 drop， 这个非常的简单，但是也非常的重要。它跟 baby scratch 一样，它是一个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练习的一个基本动作。这就像我所说的嘛，因为它牵扯到你能不能控制，能不能好好的控制这个唱片，能不能把它控制到该到的位置。那尽量大家在我推出下一个影片之前，把它练习到一个稳定度。那接下来我们之后再来练习其他的 scratch 动作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哦。因为相信你现在如果想要做一个 freestyle， 你会发现说，你会脑袋想得很好，可是你的身体没办法搭配你脑袋所想的想法，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代表你的练习不足。如果热身动作又没做足的话，当你脑袋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很明显的会出不了力。所以可以试着找出自己的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做练习啦。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哦。那希望大家 stay tuned， 持续关注我们这一个频道。我们下次见 ，Have a good one。